欢迎收看《东阳光先虫草天赐的声音》第7季，让我们欢迎本期的音乐合伙人们，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张雨绮。我跟音乐的渊源就是因为曾经唱歌难听，经常上热搜，然后就开始决定咱们练一练，试一试。然后这次来爆好听，干掉我们所有人。对，上去就是花腔，上去直接杀死比赛。这次还是在那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它的难听程度比以前要好了一点了。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赵雷。这一期搭档，你看是雨欣，有压力吗？他说他现在是在提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压力是跟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第一次合作，对我来说压力很大。你没有跟漂亮女生合作过吗？不，我是什么？不是的，不是，我跟很多的漂亮的姐姐合作过，这一位是我第一次合作。啊，那我漂亮，她漂亮。你们的风格不一样。哎呦，你看端水。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音乐合伙人通过先声夺人的方式呢，决定各位的出场顺序。本期的推荐金曲呢，将以荣耀唱片的形式登上我们的荣耀墙。天赐的声音第7季采用逐轮对决、胜者首擂的车轮战模式。前一组演唱结束后，下一组登场发起挑战，由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选出本轮待定金曲。之后每一组登台都将挑战上一轮的待定金曲，直至决出最终的推荐金曲。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我是陈欢，向各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大家好。本节目由东阳光先虫草独家冠名播出，邀请我们各位音乐合伙人拿起你身边的东阳光先虫草，尽情品尝。让我们有请第一组音乐合伙人登场，欢迎黄子弘凡、吉克隽逸。三搭。我来天赐这个节目第一次唱歌就是跟你。脑海都是你的微笑，听到熟悉的歌谣。你到底忘了没有？忘了没有？忘了没有？三搭必出精品。我觉得首先这首歌很适合我俩，无论是性格还是整个我们的舞台的这种表演的风格吧。龙比别的我们演绎的作品要更深层一些。对，因为当时有那个电影，对不对？这首歌其实是一首以爱的名义绑架，沉在海底发不出声音的那种绝望感，也是一首比较窒息的歌曲。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这种打着爱我的那个名义，做了很多伤害我和压迫我的事情。对，然后一个人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真的。花了多久啊？差不多1年多2年。何止？哇，到现在都还有。在感情上，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会隔很久我才反应过来。我是一个自洽能力非常弱，然后就虽然看起来很强，但是我必须要靠身边的朋友来帮助我走出来，帮我开脱，帮我梳理，然后抚慰我。对。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你会遇到这样的黑暗的时刻，要允许自己在黑暗当中爬不起来，但是只能允许一段时间。对，过了这段时间，我该站起来，我觉得还是要站起来。对，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舞台就是我告别那一段时刻的一首 ending 的曲目了。对，这一版的龙其实跟碧晨姐原来的那一版其实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碧晨姐呢，她是那种极致的绝望窒息感，而我们这次翻唱呢，我们就像是困住我们的牢笼，被我们努力去冲破，就是那一股劲儿，我觉得是我们这版本龙可能更想让大家感受到的。要短期啊，好累啊，好累啊 ，key 超高，和声超高，唱得我背脊发汗那种。
我们俩都是舞台发挥型选手，只要往台上一站，音乐一起，观众一热情的欢呼，这歌已成。深海中那点光，昏暗的诱惑。他以为抓得住名为爱的泡沫，人情扑朔，灰色幽蓝如墨。怎么猜透看透故事的结果？为何绚烂叫人不空？为何爱我这与我牢笼？为何等待的徒劳无功？为何求人这也像困兽？越珍贵越浪费，致命的伤它谁经历？越追问越无解，哪有答案？不过是昼夜都在笼中。出口就在身后，只需要回头。为什么人们却亲手上一把锁？不敢不得不受，求人自救。为爱为爱为爱，都只是为我。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就与我牢笼？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为何求人就也像困兽？为什么越珍贵越浪费？致命的伤带生于经历，越追问越无解，答案写在笼中，只为困住你。为何拥抱那么疼痛？为何爱我这把我葬送？为何港湾会变作迷宫？为何镜中人失去面孔？为什么越珍贵越浪费？致命的伤带生于经历，越追问越无解，哪有答案？不过是找人爱不爱我。谁要你入笼？
是猛啊！这也是2位第3次合作了。没错。我也想问一下吉克，在你眼中皇子，你看到他哪些变化和成长呢？我觉得这老了，憔悴了，那个纹越来越多了。他成长好快啊！我们俩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是找感觉找了很久，对不对？还真是。就那个时候是我们俩要商量着，就说，哎，我们怎么找这个状态？就是现在是他带着我找这个状态，对。所以2位在这个你们合作过程当中，你们有自己的角色的定位吗？就我觉得它是一种感觉吧，就像比如说我这个角色，它可能是更多是一种可能自嘲。或者说它是一种可能讽刺的那种感觉。我可能唱的是我自己的经历吧。你带入了自己。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些爱，它是以爱的名义绑架你。对。对。是的。这就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去想到的，这样的画面。所以说在这个歌的上面，充分的找到了我自己的感受。对，非常谢谢我们的编曲老师。是的，编曲老师很辛苦。对。然后本来我们一开始啊，当时也在可能有过一个商量的版本，说要不要有一个那个具象的一个龙的一个那个道具，或怎么样。但后来一想说，可能还是不要，因为那个它会固化那个人的方向跟想法。因为我们所表达那种，它不是那种纯粹的那种窒息的感觉。但是我们两个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呢，我们的灯光其实给到了一些大的那种感觉。就包括最后那个白光那个围圈，它其实就是稍微抽象一点那种龙的概念嘛。我觉得这首歌原曲就是一首非常爆炸的歌曲，然后没想到今天2位是核弹级的爆炸，这个炸到我已经有点这个不知所措了。开头是皇子他这样子娓娓道来嘛，然后他在每一次句间的那个表情啊、乐句的设定之间啊，我觉得很有张力。结果吉克这把声音进来，真的是不遑多让哎！你不想让皇子哎，真的是这个，因为吉克他的声音有非常独特的那个味道，就跟碧晨唱出来的感觉是截然不同。可是我觉得这个威力不可小觑吧，对不对？当然，对非常好，很酷很帅。在我看来，二位可能是第3次合作，但是我是第1次看到2位合作，很惊艳。就是非常沉浸式的一个舞台。我觉得从皇子的第一个副歌出来，他的声音跟肢体的状态，我觉得是我很喜欢的表演。那个状态就立刻把我带进了情绪里面。然后吉克的部分反而是有一种手到擒来的感觉，就是好像很厉害，但是我不用费力。我觉得是从他的状态和声音都可以感受得到，真的非常的沉静，然后超级无敌喜欢。谢谢陈琳姐，谢谢。哇，我说实话，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聋，是你们俩唱完我直接就被震聋的感觉。那个什么振聋发聩，你们知道吗？对。这首歌就是2位在台上的表演，让我觉得特别像双生子。一开始皇子出来的那个感觉和那个张力，再加上那个吉克姐后面的那种抓住的感觉，就很帅。谢谢，不愧是第一个上来的。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建音团的老师，首先有请光光。这首《龙》原版在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播放量已达86亿，是绝对的爆款悲情神曲。黄子弘凡此次表现高音区稳定度达到98%，完美展现了声音穿透力。吉克隽逸也贡献了精准的嗓音控制。整体来看，由于2人的音色特质过于独立，在合唱部分容易产生高频段的抢屏现象，整体听感上偶尔会呈现出声音的博弈与拉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情感表达的内敛与交融感。机器和人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可以听到频率的叠加，但是它无法感受频率叠加背后的感情。然后我说说2位的演唱吧，吉克，其实我看你来天赐的舞台，上一季你来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就是等于是前年我看过你的舞台，你进步真的太大了。在今天我听你唱这种爆发力强的歌，我听到了很多非常小的变化的细节，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对你来说长足的进步。然后我接下来说皇子，我想给你提一点小小的意见，就是在 A 段一开始这个开头进来的时候，其实你选择了一种很悲伤、很失落的唱法，你把每一句歌词唱的这个字头啊都很软。
假设我们要有一种冲破牢笼的态度，我会认为你主歌第一段字头摇得狠一点，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就差那么一点点，特别遗憾，让我感觉。好的，没问题。我又有不同的看法了。我在听你们舞台的过程中，我给了很多评语。在结束以后，听你们讲设计的逻辑以后，全部推翻了。我在第一行字写的是皇子是极客的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极客而言，他在舞台上的张力至少有40%的空间没有发挥出来。但是听完你们说你们想要和原版做出不一样的改变，我觉得我可能一开始在看你们舞台的时候脑补脑得太过了。皇子，我觉得你很稳定，我觉得你很扎实，但是你知道想延伸的形容词是什么吗？是无趣。我觉得你第一段的诉说感太准了，你的声音给我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龙。我觉得是不是你拿起话筒以后，你就有点太专注把歌唱好这个事情，反而丧失掉了一些自然的感受？你觉得呢？就不用你觉得，我先说。我觉得我跟你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他 A 段必须唱得准，或者说整个这首歌的行进的律动，它没有给你特别散的空间。如果这个东西不准，它情绪的 build up 它没法做，就导致它主歌的第二段它没有办法爆发。所以刚才你说那个准，我是不太同意的。我是觉得我们在认真听一首歌，我在享受音乐，你在旁边又脑补又记东西的，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去先好好的听歌，我是这么认为。那如果一个舞台这么好，你在那又脑补他俩是怎么回事，你又在这记，我觉得你没认真听好这首歌。不要吵了。谢谢老师们的这个想法。反正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我跟今天 Momoko 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我觉得是我们状态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我们想表达给大家的。那每个人大家可能站的角度不一样，所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写，就希望大家喜欢啊。对。非常非常好的开场，谢谢二位，稍作休息。接下来向龙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宗纬、岳云鹏，加油！宗纬哥啊，岳，初次见面，但是我听过你很多音乐，哇！但是我看过你现场演唱，而且我觉得不容易耶，真的很不容易。我是一个很喜欢舞台的人。上次我看了很多的评论，当然了，夸文哥的是多的，但是表扬我的也不少。没想到第一次的效果那么好，那次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这次就会更有压力，因为是跟杨宗纬。欢喜就好，他对人生的这个感悟，我觉得挺多的。比方说，你买了车，觉得你这个车不够炫；买了房子，但是不够豪宅。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阶段想要收获更多的东西。对，人的烦恼大多是来自欲望。对，他这首歌教你就是不要想那么多，高兴多种。欢喜就好。像我在刚入行的时候就会特别执着，钻牛角尖。但是你们现在看我，其实很多东西都比较释放，也比较放下，就是抱着那种心态啊，欢喜就好。很多东西就是不是不在乎，是你要用另外一种心情去面对，反而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目前最大的压力就是这个发音的问题。某种程度，它已经算是闽南语的 rap 了，是吧？对。只是不配播，欢喜就好。这次宗纬哥就全程的帮我调这调那，像一个大哥哥一样。我的发音，您觉得没太牛？我真的，谁敢站上来跟我唱这个？对。这次跟岳云鹏合唱这首《欢喜就好》，非常非常期待。希望不留遗憾在这个台上。肯定的。来了哟！准备好了吗？拍起来！
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情痴，有时精彩。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莫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回港两家不够怕，洋猪不够大，洋菜煮了不加，洋母熊太花。塞掉河下加人头，把猪排撇扫，加人心好，要血压高，谁无对人走？人生短短，我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头脑，别来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一起来，欢喜就好，欢喜就好。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也清气，有时青菜。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莫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开工嫌车无够拍，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想歹看。载着好车行人头，大车歹摒扫，食甲伤好，惊血压高，水无对人走。人生倒倒，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斗倒，别来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开工嫌车无够拍，嫌厝不够大，洋菜煮了无好食，嫌某想歹看。塞着好车行人头，大车歹摒扫，食人想好，也血压高，水无对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斗倒，别来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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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喜就好。谢谢所有的你们，谢谢玉圆，谢谢 BBC 所有的亮亮，谢谢肖云，谢谢雨熙，谢谢赵磊，谢谢 Momoco， 谢谢老师们。哇，演唱会到此结束，再见。哎，自己还做升降机啊！咱俩一起来，谢谢，谢谢。因为这首歌叫《欢喜就好》，我觉得一定要开心，一定要感染大家。对，所以我在上台之前，我就跟月月讲说，没关系，我们就燥起来，放轻松，不要想太多。对，就燥起来。每一个人在上面，因为天赐的舞台非常庄重，非常严谨，大家就会怀抱着一个很紧张，然后很怎么讲，很紧缩的一个状态。是。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必须要把开心的心情传递给大家，你们说对吗？对，来全场一起，欢喜就好。你说学4个字很容易，我们要唱整首，所以我想问一下小月，你本来就会闽南语吗？不会，我是河南人。对，河南人学闽南语，你怎么学的？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扒的。最早我听过这首歌，很好听，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唱不了，然后我就没有刻意的去学。但是这次节目组说让我跟宗伟哥合作这首歌，我完全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啊。那怎么办？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给它扒下来了。哎呦，就是按照我的弄小抄了，真的是一个弄小抄。哦。大伙儿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字幕，就是宗伟哥的那个字幕，我是看不懂的。我那个字幕是我也看不懂。好，我们随便给一个，就给这个，我们来看看啊。那个黄色的是我的，黄色的是你的，这个是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背了4、5天。归刚两家不够怕，
样足不够大。大，那个大字儿我找不到那个字儿。样才主了波加样目胸太宽，划出排啪扫那个啪我也没找不到那个字儿。排啪。腿卡两家不够八，样足不够多，样才主了波加样目胸太宽。再条好车行人头，大做排啪扫，食甲伤好，也水也高，水无对人走。感觉就本地人的感觉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教学的指挥棒交到宗伟哥手里啊，你要听一下啊。好的，先邀请吉克隽逸，我们一起好吧，来，3、2、1，一起，来5、6、7，哎，一起嗨嗨，甘肃要拢了解，无锡啊亲戚，无锡青菜。哇，10分真的很标准哎。肖云，妹妹，人生海海，江苏要拢了解，有时啊亲戚，有时青菜，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呀，我怎么有点像泰语啊？感觉。是的，有一点像。越唱越不对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认知，其实闽南语歌它也算是广义的这个华语乐坛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像潮汕啊，还有哪里泉州啊、台湾这些是不是都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的，因为我特别去看了一下这个月月他在那个演唱会上唱那个闽南语歌的那个爱情的骗子。对，我就觉得很难得，因为我自己也想说，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沐浴在这个闽南语的环境当中的一个人，所以我想说，我是不是能在这个舞台呈现出一首闽南语歌这样子？所以也是觅到了知音了。是的，觅到了知音，对。其实我看到那个吉克姐站起来的时候，我也忍受不了了。真的，你没有坐得住哦。我从这头跑去那头，多远啊！好荒唐，好荒唐。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我特别能感受到来自天赐这个舞台的不一样的友好吧。我觉得其实来到这儿，我每一次总感觉就是我好像是来考试的，但是我看了2位老师的舞台，我觉得我可以放下一些特别紧张的部分，真的给我很好的缓解掉了压力。谢谢。太棒了，谢谢玉妍。这个舞台很有趣哈，因为一般来讲，在天赐舞台，大家都想说怎么把技术发挥到极致，把高音发挥到极致，编曲改编。但今天这首歌就很像在天赐的舞台上给我们做了一次格式化，给大家换了个脑子。其实给你带来这种切实的开心，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也是天赐的声音。谢谢你们，谢谢。岳云鹏其实第一个舞台《依兰爱情故事》啊，那一次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那一次不管是我们现场还是线下，数据都非常非常好。我也没想到这首歌一定也会非常好。月儿，相信我，一定要多来，天赐太适合你了。多来，别哭，别哭。没有，有点感动，有点感动。这个不只是郝蕾的意见啊，这也是我的意见，多来。谢谢哥哥，谢谢。对我是觉得就是。你对音乐的感觉，包括对这种放松的这种就欢乐的这种人生态度，从人生路漫漫到这首歌，其实一直都在。因为这种东西，它其实与其是唱歌，不如说是唱人。因为你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你能唱这样的歌。其实这首歌的写作时代就是90年代中期，它的这种流行音乐不是去讲那些伤心的爱情故事，它就是给我们。一天上班以后，很多平凡的人累了以后解一个闷儿。到今天，有很大的观众也是这群人。我觉得月月是能把这种歌唱好的很好的歌手，可能因为和你的职业背景有关，从语言到音乐，我觉得你把你这种天赋带到这个舞台上，和各位歌手来合作，真的是很好，我很喜欢。所以我想问一下岳云鹏，来天赐之前和2个舞台，然后听到的都好像是正面的、鼓励的，甚至超出你预期的一些想法，是不是自己也没想到？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跟你说实话，每次上
那个相声的舞台，我是紧张的，因为那是我的专业，我不允许它有任何的瑕疵。我每次上唱歌的舞台比那个还要紧张，但是我留下来的是不遗憾的。昨天我们两个就聊，我们要把最好的一面留在舞台上，因为我是一个极度喜欢舞台的人，不光是唱歌还是说相声。总的来说，我喜欢这个舞台。谢谢天赐，谢谢。没有任何遗憾，真的。接下来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们建音团的老师，请现场合议。我觉得欢喜就好更好。中场时刻补一口东阳光鲜虫草，随时随地新鲜滋养。好的声音也需要好的能量支撑。经声音现场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龙》。让我们恭喜龙！经过焦灼的讨论，最终龙成为了目前的待定金曲。也要掌声谢谢岳云鹏，谢谢杨宗纬，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接下来继续向《龙》这首歌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欢迎周笔畅、于语言，加油！李斌是第一次在天赐唱跳吗？对，想跳一下，这样。为什么想搭档预言？是他能唱跳呀。哎，反正甜的我也走过了。我是不甜吧？我不甜，你承认吧？是你认可吧？那你甜一下吗？不行，甜不了一点。我再跟你走一走高冷的。是，对，拉回来一下。这首歌是一种抒情舞曲，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改变了很多。我们把原有的 bridge 拿掉，然后做成了 rap 的段落。因为我觉得其实以前的歌词写的都是重复的比较多，然后隐晦的东西比较多，它就是属于都是藏在里面的。但是我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藏在里面，通过比较直白一点的感觉和场景描写出来，到底何为遗失的心跳。然后就是写了这么一段词吧。然后把它的速度稍微提了提，然后整体的这个歌曲的风格可能会更偏强烈一点。我觉得这样更舒服一点。你看啊，心跳呢，就感觉卡词，你知道？要不然你这个空了一个词，空了一个字。等会儿想一下，爱上你心跳呢？对。你是对的，放的还是用。我觉得他还是非常认真的，不管是重新写的 rap 的这个 part， 然后还有排练的时候，他会去抠一些细节的部分，都是希望整个舞台看起来更加完美。你觉得这 OK 吗 ？OK， 可以的，我完全看你很 OK 啊！你在谦虚什么？肯定偷偷练了吧？看了，不想浪费大家时间而已。我觉得其实跟比约老师合作是非常的有安全感的，因为他会提前的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准备好，就完全是可以上台的状态了。再来一遍吧，还有一遍，再来一遍，我们这里走一遍，改完了以后我们就再来一遍，我们再来一遍吧。我们的认真程度可以拿金曲。对，只是带认真程度。回忆上了发条，总准时报道，我让日夜颠倒，因为黑夜太难熬。总以为哭过就好，梦和现实对调，
穿越了城市的喧闹，心跳却感应不到。夜太深，心跳呢，已经遗失了，不见了。爱上你，心跳呢，慢慢停止了，不爱了。你紧紧拥抱我入睡，曾经是永恒的画面，心痛着你的爱，残酷的纪念。Tears fall on my face, this is sad, for the pieces, the love we hate. 散落一地拥抱，像是在宣告，不等答案揭晓，我选择潇洒走掉。把家重新打扫，用香水味改掉，但寂寞像是一场海啸，心跳被吞噬掉。夜太深，心跳呢，已经遗失了，不见了。爱上你，心跳呢，慢慢停止了，不爱了。你紧紧拥抱我入睡，曾经是永恒的画面，心痛着你的爱，残酷的纪念。呼吸声浪的盾牌，像多久过的简单，只是芒果耳畔，脑袋的全是旧日子的片段。现在是褪色的底片，写下来只是空白一片。既想到真，平时看不见，一碰就蔓延。每次声带不像话，还是心跳声太大，老是没说出的话，就让余生体疙瘩。分离把我拆成了两半，一半走远，一半八卦。我想也许答案总在选择后才会明白。夜太深，心跳呢，已经遗失了，不见了。爱上你，心跳呢，慢慢和谁了，心碎了。就算快乐再也找不到，就算永远变成了玩笑，我努力找到我遗失的心跳。太厉害了！哇，了不得，比比，什么原因？是被预言影响了吗？怎么开始唱跳起来了？啊，就是因为有他，然后所以才敢在这个舞台唱跳啊。哎呦，哎呦，哎呦呦呦！那评价一下比比刚才的唱跳，你觉得？我觉得在我的耳机里听着非常的稳。哦，所以没有评价跳的部分，啊？不是，因为其实跳的部分我们已经蕊过很多次了，就是我的导演就会说让我夸夸比比老师，我说这还用夸吗？人家本身就很棒啊。都看得出来，打破了我们很多刻板印象哈。哎，比比，所以这次唱跳，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一次挑战吗？哎，不算了。哦，对对对，哎这个比20%多一点点吧。哪这一点点，你这200了，你这超纲了，对。哇，天哪，那黄子评价一下吧，因为黄子毕竟是从零唱跳到我们天赐以后，现在40%唱跳。因为人家比比姐她的那个天赋，就本来起点就在那儿，你知道吧？而且最主要，我觉得两个人融合得很好，因为两个人跳舞最主要的一个是配合啊，其次我会觉得是跳舞的那种状态，无论是表情管理啊、肢体的那种松弛的流畅，但是刚好又到位，然后同时呢又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小动作。哎，我说的全是自己的，就是跳舞的时候会出现的毛病。对，那我会觉得只要做到这些，完全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dancer 在台上来的。比比姐就是只是平时她懒得跳而已，一跳哇迷死所有人，真是。就我觉得超喜欢这个舞台，然后那个激光，哇，就是
全场都是，就感觉都已经照到隔壁棚了。Sorry。哎，小玉，我们刚才有那个灯光吗？啊，那个灯光太……我们没有，对不对？对，我们也没有灯光，不公平。我也想要一个 DJ 版。对呀，这样即刻怎么这样子？真的？对啊，比比已经够，你已经够千面女郎，你还那么卷，你讲相声吗？下面是在你们的灯光激光为什么用那么多？对呀，不公平，一点也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吧？对呀，表现还这么好，这么稳定，真是的，凭什么？凭什么？会讲会唱，这是吐槽大会了，是不是？现在是画风突然跑偏了，该吐槽舞美了，没有办法。感谢灯光老师。没有了，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漂亮了，真的。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万千风情，然后也把这首歌呈现的特别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风貌。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天赐需要各种非常不同，而且够震撼的舞台。我觉得，就比比跟玉圆真的都做得非常棒，太棒了，谢谢，谢谢。好，问一下雨欣，你会唱跳吗？你唱歌过程当中会有舞蹈的动作加入？我唱跳非常不太行，但是我刚刚看到他们2位，我能够感受到这个舞台，它首先非常非常养眼，再就是2个人在跳舞的时候的那个情绪特别饱满，就是可以让我像我这种观众能够感受到这个里面它的那种风情还有拉扯。哇，风情你都能感受到了，就是那个这风情，感觉特风情。我们从舞台角度去讨论这个作品啊，首先这个作品是萧亚轩的一个代表作啊，大家对这个歌其实全面度非常高，也非常熟悉。按理说2个人带来这样的一个今天这个作品是没有什么太多惊喜，尤其是语言，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他的一个安全区的作品。反倒是比比让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就是你们俩在台中间 solo 的时候，按理说在这样作品当中应该是看到语言会多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盯着你看，就是因为可能我。就是在舞台上面跳的太少了，所以大家可能会没有，就是因为你之前可能没有表达你有这样的一面给我们，对，所以对你没有期待，但是没想到真的是跳得非常好，而且其实你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你并没有用非常大的动作去表达，反倒动作小，但是我都觉得都是非常到位的。对，今天这个作品，预言是基本盘，基本上有预言在这个舞台就不会差，但是比比今天也把这个舞台表现得非常好。谢谢你们。这首歌应该得有个10几年了，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呢，老歌杀出重围这件事情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比方我们把老歌搬到了我们的天赐的舞台上，经过了这么样的一个演绎，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也希望多看到一些老歌翻唱改编的一些舞台。对，好，谢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进行选择的时刻了，有请建一团老师现场合影。我觉得龙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的待定金曲为《龙》。让我们继续恭喜黄子，恭喜杰克，也要谢谢2位。当然，我在这里也特别想说哈，刚才呢，我们这个唱跳舞台真的非常的治愈且好看。如果我们日常的养生也能精准踩点，那就好了。现在养生主打一个简单高效，像我今天后场对流程排练的时候，随时随地来一根东阳光鲜虫草，乐享装撕开就能吃，节奏再快，状态也不会掉线。纯粹无负担的滋补呢，才是年轻人的养生首选。特有的 FD 宇航冻干技术呢，锁住了每一份营养，忙碌的行程也能够轻松养护。谢谢预言，谢谢比比，掌声送给2位。接下来，向龙继续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欢迎王铮亮、黄霄云，加油！哇哦，终于跟肖云一起合作了！哇，终于跟亮哥一起合作了。我想过很多次我们合作的各种个案舞台，但是打死也没想到我们会唱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场演出刚刚好。是否有相似的同
这首歌其实是中国的原创的音乐剧的一段上段。我当时其实拿到这个歌的时候啊，我觉得压力蛮大的。音乐剧和这个流行圈可能也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圈儿。对，就是我们要唱音乐剧可得小心了，很怕，因为很多音乐剧的这些音乐剧的喜欢看音乐剧的就会应该很严格了。而且这首歌在最近的音乐圈里面都是很出圈的一首歌。因为它是一个音乐剧的歌，音乐剧唱法跟流行唱法区别很大的。音乐剧可能会唱得更加有情绪，更加的夸张一点。我去搜寻了这部剧的音乐剧的一些片段，了解到了这部剧的整体的精神的状态，也跟肖允沟通怎么样去呈现。毕竟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剧演员，怎么样去表现这种饱满的唱腔和舞台的张力，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也可以稍微唱演一下下。你是不是上一次空心这个演好了，这个感觉啊来劲儿了？来劲，确实来劲了。就想借着天赐的机会，能够去尝试一下音乐剧的片段，我觉得也非常好。而且之前的那个片段很短，我觉得再加一段之后呢，做一些层次上的一些递进，可以加个咏叹调。哦，你说的什么？贵州话。哦，说的是意大利语。意大利。跟亮哥聊到，觉得这首歌里面可能缺一个很高的一个爆发点，所以就想说加入一段亨德尔的阿尔齐娜里面的咏叹调。我希望它有一个爆发点呢，其次我也希望把这个歌名融合一下吧。我加的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渴望你回到我身边》吧，就是想说这女主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样。把音乐剧搬到天赐的舞台，我们的压力是蛮大的，因为我们唱这首歌的话，其实很多的喜欢音乐剧的，甚至于这些演员们，他们都会来看这个舞台。希望我们能够把这种压力变成动力，知难而上的去挑战一下吧。对，排练间隙犒劳自己，每日鲜虫草，吃出好状态，让身心无负担。曾想和过往一刀两断，向前走，去寻找生活的答案。罪孽他已替我承担，却是信念崩塌的开端。此刻一切已尘埃落定，向前走，彼此不必再恐惧。我们守护共同的秘密，这是我生命中的片刻欢喜。火般短暂，我也如灰烬般不堪。谁写下最后的答案？隐藏起真实的悲欢。可我无法再隐藏，想要倾诉的愿望。只有冷漠以对，他才不会再受伤。我们像爱河般短暂，我们如命运般不堪。就算孤独，也想拥有人类最真实的悲欢。命运像烟火般短暂，爱恨像灰烬般不堪。世间最完美的答案。是无声的哭喊。
就算孤独，也想拥有人类最真实的悲欢。命运像烟火般短暂，爱恨像灰烬般不堪，世间最完美的答案是无声的哭喊。是无声的哭喊。天哪！哇哦！我的个天哪！我的个这个不金曲真的天理难容了，太厉害了吧！我的妈呀！怎么陈琳无声的哭喊了？小李讲出来。哇哇哇！这首歌实在太震撼了，我们看到震撼到让杨丞琳直接泪洒当场。他们唱太好了，真的，可能我也对这两位有一些感情吧，因为这两位真的算是我在天赐当中，我真的觉得是数一数二的非常厉害的高机能跟声音条件很好的男生和女生。然后刚刚他们的那个演绎，真的我不知道，我就一直在头皮发麻，然后起鸡皮疙瘩。我觉得我好像就会变得表达力会变弱，因为那个感性面太突出了。我觉得我要消化一下，我现在没办法说出什么厉害的词汇，但就是我很爱，然后我也很爱这两位歌手。我也爱你哦。我想问一下，这一段美声的设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加在这个里面？其实我毕业之后基本上没唱过美声，我甚至放过狠话，说我再也不唱美声了。结果一唱发现，哎，居然我还能唱。哎，我记得你当年毕业的时候是以第1名的。对，是第一毕业的啦。哇哦！谢谢。其实美声跟流行它打架非常的严重。我之前期末考试的时候，我都会1个月不唱流行歌才能去考试。发声方式不一样。发声方式不一样，所以这首歌，然后我要唱完音乐剧，然后又突然唱到那么高的头声，要位置很好，然后又突然遇到很气声，其实是很难唱的。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到底还可不可以。超好，谢谢。这个音乐的话，我特别要介绍一下，这个音乐剧的所有的音乐全部都是由我们中国音乐剧原创的，所以首先呢，能够为我们中国的音乐剧有这么好的音乐，有这么多创作者为这个中国音乐剧在付出，然后为他们点赞。然后，所以他那段其实是非常抽离的。肖云要从演唱上面，刚才跟我的情感里面，突然就很神圣的一种光，因为其实那个是亨德尔的那个花腔嘛，咏叹调，咏叹调，其实他写的也是对，也是关于爱和喜欢的。对的，他是渴望你回到我身边的这个名字。对。歌名里面其实。我觉得代指的是女主渴望回归的正常生活。那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加深那种命运的无力感。哇，其实内心大家我想感受是一样的，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有些贪心了，我们想再邀请肖云，再给我们多一些。可以啊。
爽哦，好爽，很开心哎，好爽哦，谢谢。可以这样唱歌也太爽了吧！好羡慕他的机能，真的是。你很厉害啊！羡慕。没办法这样唱，跟这样听也很爽哎。这个只能羡慕来的，但是这个花大量的时间去训练，非常非常多，而且它是意大利语嘛，还要学那个那个弹舌。哇天哪！我是觉得二位今天的整个舞台，我觉得真的是堪称配合上的完美。其实第一段副歌结束的那里，这个时候肖用他的这个花腔，然后中间整个那个管弦乐团出来。完全变了，像瞬间进入到那个金色大厅的感觉，一直到最后高潮的部分，就是小亮哥在下面，然后这个升降台往上升，就是两个人就是可能这一世他们就相隔，就再也无法见面那种感觉，就是给人画面感直击人心。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音的配合啊，包括整个张力啊、情绪的递进都特别完美。我觉得这二位老师身上有特别多我可以这个狠学习的地方，所以特别开心能够在下面看完这一整场的演出。对，谢谢。我觉得当然肖云的技巧很厉害，但我觉得亮哥会让这整个舞台更加的动容，是因为其实他也在做很难的技巧，就是他用最质朴的方式去唱出最动人的歌声。两位的演出，我可以说是从第一期录制下来，有很多我心中觉得很 top 的舞台，但目前这个好像是第一。哇，好高的评价，这么高啊！谢谢。太可怕了，这两个人。我觉得今天的肖云，然后才是我想象中肖云真实的实力。我不知道剑银团，然后最后能不能给你们金曲，但是我心中今天的金曲一定是你们。谢谢。这个舞台，让我有一个特别强的冲动，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向世界宣布什么是中国歌手，这个舞台可以告诉全世界，这就是中国歌手。我们能从亮哥的声音听到，其实亮哥选择了一些特别危险的唱法，但是依然特别敬业地完成了所有的演唱，我觉得值得敬佩。然后肖云，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你说有一段时间特别不想用美声。我想对你说的是，你不用管别人怎么说，任何人质疑你或者是说你技术方面的东西，纯粹是他办不到，这是你的东西，你爱唱就唱，你不唱就不唱。这个舞台如果要是输给龙，我多少会有点不高兴的。确实。谢谢老师。讲实话，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舞台，因为它太卷了。你搞成这样的话，接下来下一场大家该怎么准备作品？非常卷。但是我想要看到这个舞台上大家有这样的卷的状态。如果唱美声，你要是有一段时间不唱的话，它是达不到这种颗粒感的。说明肖云一直都有练，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本专业，这个非常难得。今天这个作品，我觉得不管是从舞台演绎上，然后包括舞台的深度和宽度，都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我自己非常喜欢。谢谢郝磊哥。接下来有请剑鹰团现场合影。我觉得答案更好。我说他们这个肯定金曲，包的。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喝雪碧，做个爽人吧。下面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答案。谢谢。恭喜肖云，恭喜王铮亮。好，二位赶紧好好休息。接下来向答案发起冲击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欢迎赵雷、张雨绮。因为我们第一次见嘛，是正式介绍一下，我是赵磊，我好是歌手，唱歌的。你好，我是张雨绮，就平时以演员居多，现在刚刚开始学习唱歌。
大家认识我应该是会以演员的身份多一点，但是其实2年前我就立志要好好的学一下唱歌，在工作之余的话，加倍的学习了唱歌这件事情。现在有机会能够来到天赐的舞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唱歌吧。就我们这一次唱那个猜不透嘛，猜不透这首歌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委屈的感觉嘛。2个人在一起，但其实2个人的世界并不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讲的话可能你听不懂，你讲的话可能我无法理解。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一次呢，它的后面的编曲比较有律动性嘛，我觉得可以在里面稍微加一些舞蹈的动作。明白了。完了，怎么全来了？有 IP 了。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俩在台上不认识的问题。我们俩要认识，要很认识，而且要互动。因为我们2个人第一次见面嘛，对对方都比较陌生，但是一上来又要去合作这么 close 的模式，就有点放不开，默契还不够啊。还是挺干的，要不然就整点动作吧。就是他这后边感觉不太顺，你知道吗？这手有点勾勾了。对，我觉得有点，那怎么办呢？完了，这是要来那个大捣乱来了，那种恐惧和焦虑还有压力逐渐加剧。早了，那再来一遍吗？那再来一遍吧，多练一遍是一遍。因为我知道这个舞台上大家都是非常专业的歌手，我也知道我是一个正在学习的过程，通过跟大家的接触，如果能有一点进步就好了。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猜不透，你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了锁。猜不透，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2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如果忽
太久，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很开心啊，为什么不快乐呢？哎，对于雨熙来说是第一次站上天赐的主舞台。是的，是的。哎，之前看到那么优秀的音乐合伙人，不断的有没有给你一些施压的感觉？在我刚刚接到我可以来到天赐的声音的时候，我的经纪人问我说：“雨熙敢去吗？”我说：“去，特想去。”那个时候完全没过脑子。等到第2天开始，我问后悔来得及吗？然后大家说那叫开天窗，你可别逗我。我说完了，那个心理压力就上来了。刚刚在那里坐着看大家唱歌的时候呢，又有一种想法，那种想法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该来吗？我怎么在这儿？对我一直在想说是我吗？就是我，对我坐在这儿，一会儿我要上台嘛，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压力确实非常非常大，但是压力的同时呢，又有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哦，这怎么讲？就没有压力的感觉，就是练得够多了，我尽力了，尽力了，练得够多了，我已经尽力了。好，当然这个舞台给我们带来太多欢乐了，我想刚刚笑得很开心的哈，预言跳得很开心，像匹马一样拽不住。没有啊，就是很开心啊！这种舞台谁看了不开心啊？我能看10遍，我吃饭看，我洗漱看，我就是快乐。24小时干啊！对，我就想让那个 PA 老师把那个音量给我调大，怼起来，多好啊！我觉得特别快乐。雨熙她的合音，她真的非常非常的，我相信她做了相当多的功课。她刚才的合音真的，我仔细听都没有任何一个漏缺。对，谢谢老师。那我当然知道说他上台确实是会有一些紧张，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些都是瑕不掩瑜的。你们互相烘托，真的彼此在支持着彼此，我觉得这是这首歌最大的动力来源。所以你们呈现出来的这个画面是相当美好的，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对，谢谢。所以我想问一下雨熙，为这个舞台，包括这些和声，其实是真的需要训练的。你有专门找声乐老师给你来练这段？对，我是有找老师一直在练。然后我拿到歌之后，我练真的可以说得上是惨不忍睹，非常非常吓人。然后那天晚上唱完之后非常郁闷，我想说这不是完了吗？要来捣大乱了的感觉。但是后来我确实现在也感觉到，至少是在我身上有一部分的量变产生了一点点的质变，就是至少现在和声可能能唱一些了，然后节拍虽然还是会不稳，但是可能不会出很大的空缺这样。接下来交给我们建音团了，先有请光光。这首《猜不透》原曲全网播放量已破70亿，是公认的催泪神曲。本次编曲将抒情内核注入电子节奏，完美契合当下短视频传播规律，让经典 IP 焕发新生。张雨绮演唱情感颗粒度细腻，将女性视角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但需要注意，演唱声音略显紧绷，缺乏原唱那种举重若轻的松弛。两位歌手的声乐技术存在客观落差，在副歌强声爆发段落，赵磊的泛音丰富，穿透力强，而张雨绮在应对高声居场音时，气息支撑略显单薄。但整体本次表演，相较于其过往舞台表现有所提升。谢谢你。其实我想说，雨熙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就不容易。谢谢。因为讲实话，很多我的朋友，我经常发过来，他们邀请说要不要来天赐试一试，都不要。他说唱歌还好，面对你们实在是有点难。首先你能站在这儿，而且大大方方的把这歌唱下来，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一大半，非常不容易。谢谢，太感谢了。这个舞台让我想起了去年那个名场面，叫9万字。那首歌其实网上的流量非常高。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流量也不会差，恭喜2位多了一首代表作。感谢。通过这个舞台，我们看看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建音团现场合影。我觉得答案更好。
精英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答案。让我们掌声恭喜王铮亮，恭喜黄霄云。先请两位稍作休息。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下一组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有请杨丞琳、侯明昊，加油 ！Hello， 天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明昊，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天赐的声音。我应该是18岁的时候就彻底确定，我说我必须以后想要当一名歌手，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这样的梦想。然后当然就是随着以歌手身份出道，然后可能遇到机会不多，然后后来终于以演员的身份，然后正式跟大家见面。但是歌手的执念，包括重新回到舞台的这个梦想，其实一直都在我心里嘛。所以就是这2年下定决心要重新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要实现。嗨，弟弟。哇，姐姐，你为什么还是年纪那么小？你为什么还长得跟8年前一模一样？这一次很开心可以合作。我也是。节目组他们建议了这首在大家心中非常有青春记忆的一个 OST。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放羊的星星这个剧的，我印象中它是陪伴了我那个童年的每一个暑假，它属于一种特别美好，然后又青涩的那种存在。对，那就是当时偶像剧的一个很重要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自己演的一些偶像剧也是这样子。想要问小侯是一个，如果你真的爱到了，我喜欢上了，你是可以收敛的人吗？我不可以，我肯定不可以。你就是放。对。这样你不怕受伤吗？如果真的是想要就是拿出所有的话，就这个人真的是我觉得他很值得，然后他也对我好的前提下，我才那这个得很多的观察。对，挺好的。如果被你喜欢上的女生也很幸福。因为咱们几年之后再见，或许我可能说我可以收敛了，但现在我觉得我还在一个比能够冲动的阶段。在能够冲动的阶段而冲动，其实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小时候唱 OST 的时候，放开的时候会放得特别开。那像我现在要唱《放羊星星》的 OST 的时候，我会去想象自己很爱，但是想放又不敢放掉的那种心态。可是那样的状态，它是更加的克制。对，我们这首歌还加了一段 bridge， 这是原曲没有的。对。那仲夏夜的执念，当时那个仲夏夜之星是属于定情信物嘛，可以把大家重新带回当时那个故事当中。然后第2句，当时这个男主是属于这个女主的10000种可能，然后情深要如何收敛，我觉得这个就是歌词的意境是非常好的，就是它可以让喜欢这首歌的一些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带回当时的那个记忆里，它也可以让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的大家会被这个歌词的氛围所打动。这首歌其实它的 range 很广，就我唱完 bridge 以后要瞬间的转调，其实考验也蛮大的。刚刚也试了蛮多遍的，调整到后面我已经知道这怎么唱了。我觉得第1次的舞台对于我来讲是非常崭新的，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深入人心的一些感受吧。挑战天赐舞台必须脑体状态全开，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配方全面，脑体双优。下面进入高能竞演时刻。数不清的泪，我又哭了好几回，幻化成蝶，停留在这片落叶。被风化的雪，埋藏在千年以前。我用尽一生的思念，只为等着你出现。回忆渐渐凋
线落在我身边，唤不醒原来还跳动的画面。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纪念。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的脸？数不清的泪，我又哭了好几回。幻化重叠，停留在这片落叶。被风化的雪，埋藏在千年以前。我用尽一生的思念，只为等着你出现。回忆渐渐凋谢，落在我身边，唤不醒原来还跳动的画面。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纪念。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的脸？那种夏夜的执念，一万种可能的宣言，今生要如何收敛？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语言，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纪念。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的脸？哇，这首歌是2007年，距今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所以陈琳对这首歌是有印象和故事的吗？其实我没有，因为这首歌在播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演戏，我应该是在跟这部戏对打吧。原来是竞品啊，当时。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应该是有自己的剧、自己的歌，但是因为放羊星星也非常的火，所以这首 OST 其实就算没有非常熟悉，但是你对它的旋律一定有点印象。我想问一下洪明昊，今天跟陈琳合作下来是什么感受啊？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它会让我非常的沉浸。对，包括我们从彩排到接触这首歌曲，其实没有过多的设定，我们一定是在一个什么角色，所以就没有刻意的去设计一些动作，好像要怎么样去肢体互动，而是就是认真的在聆听对方的声音。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彩排就互看了嘛，我就说那不如就看吧，就看到最后一刻。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会害羞对视的，但是好险我从小看过很多帅哥，因为就是我以前演的戏的男主角也是非常的帅，然后就是很专注于他的美貌这样。
我是看害羞了，我承认我害羞了。你有看过陈琳的哪些剧有印象吗？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恶魔在身边》。小猴看的时候他才8岁，哇，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其实看了陈琳老师很多的剧，然后我看着陈琳老师在台上唱歌，有一种陪伴着我的女主角，然后在台上唱着属于自己的故事那种感慨的感觉吧，就是心里感觉很不一样。谢谢，我很感动哎，因为我真的觉得过去演这些偶像剧陪伴很多人的青春。因为过去自己的耕耘，然后大家居然到现在还可以记得，所以我很感谢。你知道吗，陈琳，我特别喜欢你，就是最后一段那句歌词叫做"情深要如何收敛"的那个练。我一听到他这样子如此具有爆发力的那个语句啊，或者是智慧啊，我那个心就突然暂停了几下，这样子。我真的很喜欢你那种爆发的感觉。小侯，你是真的一个很有实力的新生代歌手。没有，真的。然后你再这样铺陈下来，把这个陈琳的情绪给带动起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心跳真的暂停了。真的千万不要暂停。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行，我要赶快活过来，我要赶快听完这样。非常谢谢你们带来这首歌，好好听哦，很喜欢，谢谢你们。我觉得不光唱得好听，这舞台设计的也非常棒。真的，小侯弟弟今年应该是很小，但是你唱歌很有爆发力。谢谢，我也不小了，就是快30了。什么表情？都快30了。哥，你是我可以方便？我都40多了，你别管我了。哦 ，OK。你俩加起来，我感觉像40来岁，真的都很年轻，都很有爆发力，很好听，真的非常好。哎，我想问一下二位，这首歌后半部分是不是多了一段词啊？对，多了一个 bridge 的对，多了一个桥段，对，是的，对，这个是原曲没有的，特地为了天赐的舞台写的。我特别好，对，特别好，我觉得这很有一个新的创造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听这样的现场是一种享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想说的是，这首歌的设计非常之难，它里面有2次转调，特别是最后一次回到 E 调的时候是毫无征兆的，而陈琳还完美的接住了这个旋律，我不知道是怎么办到的，但是我想说，杨丞琳绝对是可以称作有绝对音感的歌手了。没有啊，谢谢。侯明昊，你的弱混还有你的和声确实很不错啊！我听在这首歌里面，你的这种流动的气息感啊，挺让我惊喜的。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飘啊！没有，不会。我鼓励一下侯明昊，因为我觉得这个夏天对你来说非常特殊。对，你在经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会在舞台上摧毁一个音乐人的信心。完全不会，完全不会。我怕，如果不会，很好。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有非常好的音色和发声技术。我会觉得现在你唱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把你的这些技术内化到音乐里。我觉得一个歌手一辈子都在练这件事情，尤其是年轻歌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其实看到了很多歌手在这件事上长足的进步，比如说黄子，对，比如说极客，其实都是在天赐这个舞台上一场一场的磨出来的。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有特别好的嗓子，所以我特别期待看到你在这个舞台上的飞速的成长。我觉得你一定是有这种天赋的。好，谢谢梁老师。那我也就借着梁老师的话，就是回应一下，就是首先特别感谢梁老师的点评，包括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其实刚刚梁老师很担心嘛，就是可能自己参加了一些舞台，然后因为我觉得就不管做什么事情吧，一定会收获很多声音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不会就击垮我对于音乐或者说对于歌手这个梦想的动力，就它反而会让我觉得我更加要用心，然后好好的完成我心中的一个梦想。当然我也期待之后我再来舞台，老师可以来有一些犀利的点评，我也接受。就是其实我接受老师所有的评价。既然你想要犀利的点评，我就给你来一个吧，好吗？来。我觉得你缺乏一个歌手的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歌手的口腔使用习惯。我简单来说，你的气息还不够集中，外放的这样的稳定度还有点不够。这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可以给你的犀利的点评。接受点评。好，先请2位稍作休息。在我们即将公布结果之前呢，我们天赐的声音第7季
有非常惊喜的天赐盲盒环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盲盒歌手登场。今朝既醒，心自轻寒意。一年无悲喜，浊杯酒相寄。长夜凄凄，一轮明月似佩玉。照彻天地，却难再遇你。青雨伞烛泪燃，光阴一逝难回转。灯火渐残，笔墨不敢沾。愿纸断恨自宽，浮世一首路漫漫。青花水轻拂山川。心有人眉舒展，青丝万种柔和展。大梦流转，如真亦如幻。为谁乱，为哪般？许弄一曲声声满。谁为谁心有不甘？心有人眉舒展，青丝万种柔和展。大梦流转，如真亦如幻。为谁乱，为哪般？许弄一曲声声满。谁为谁心有不甘？相思成欢。好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小晨。其实我真不是专业唱歌的，然后我站到这个舞台上，我非常的紧张。我9岁开始学京剧，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苦，没有热爱。但是前面我拍了一部戏，主角，我演了米兰这个角色呢，我发现我是真的爱上戏了。我又学了秦腔，我觉得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去不断的突破自己。对，所以我想了想，那就虽然发抖，那就站在这里吧。谢谢你这份勇气啊！其实我们私下见过，但是呢，第一次以这么大的舞台是在天赐的舞台见过，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喜。因为今天小陈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是小陈，我说哪小陈？结果他一看啊，我说原来他今天也发了单曲嘛。然后刚才听了他的这个，果然这个底子就是在那里，特别是他的这个戏腔啊，我觉得特别好，然后特别为你开心。谢谢亮哥，谢谢。好的。前一段时间我刚看完那个主角，因为你演得非常非常好，谢谢。这首歌我也在网上刷到过，因为我知道是你唱的。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我仔细看，我一直在这样看是不是你。当我确定是你的时候，真的是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惊喜。我们的经历有些相似，我也是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走上这个舞台。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做自己。想演戏就演戏，想唱歌咱就出来唱歌，非常好。虽然刚才前面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后来一进入戏腔的时候，就稳了很多，非常好。希望有机会我们能够合作。谢谢谢谢。哎，你今天帅的我都是没认出你来，是不是？是的，是的。爱你爱你爱你。小陈作为咱们盲盒歌手这个环节，到目前为止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一位。当然也想征求你的意见，想不想听听咱们建音团老师的建议？哎呀，老师们口下留情。那我说两句，因为我是中国戏剧学院毕业，我是学戏的。哦。对，所以你刚才出来唱了2句的时候，我是真是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其实旦角里面他唱的时候要含了一口气，这口气对于这个唱腔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舞台对于
你现在的这个叫副业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谢谢老师，继续加油，谢谢，谢谢你鼓励我。所以想问一下小陈，你作为副业，想把这个副业转正吗？因为我可能一直就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但是如果别人还喜欢我唱的歌的话，我愿意。好的，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小陈来到天赐，下一次可能是以音乐合伙人的身份登上我们的舞台，有机会。祝福你，小陈，也希望你的演艺事业越来越好。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到了我们本期最为紧张和关键的时刻，本期的推荐金曲到底花落谁家呢？交给我们建音团老师现场合议，给出结果。我觉得我们的纪念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期的推荐金曲为。答案。让我们掌声恭喜王铮亮，恭喜黄霄云，有请二位来到舞台。接下来进入多阳光先虫草金曲荣耀时刻，让我们恭喜王铮亮、黄霄云，答案获得本期推荐金曲。请接受来自东阳光先虫草的3重荣耀加冕，日照金山礼盒致敬天赐之声，金色唱片刻录永恒天赐之声，以及这枚内置了原声高光片段的先生荣耀 AI 勋章，正如我们东阳光先虫草一样，锁住每一份鲜活营养。这一刻的高光也将被我们永久珍藏。荣耀定格，掌声再起，祝福二位。谢谢。再次恭喜二位。有时候我们生活中的答案在音乐里面，但是更在我们脚踏每一步的实实在在的自己的生活里面。让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这是天赐的声音。好，那你继续夸吧。待会儿麻烦夸我的时候也要这样啊。因为我没有听过小明哥唱歌，就他真的是跟我想象的完全。是还停留在脑袋套的阶段吗？我盲猜一下，这也是今晚的金曲候选歌之一。你不用猜，你能定。微博搜索“天赐的声音”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还有嘉宾独家福利放送。